只海豚跑来找我的镜头哎，我从来没有跟一只海豚靠得那么近过。嗨，大家好，我是舍令，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户外新手村第3集。这一集呢，我们又要来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的潜点了。我的身后呢，就是日本东京附近的叫做玉藏岛的地方。听说呢，这边有全世界最亲人、最容易一起共潜的海豚。所以这一次呢，我带了我的新手朋友，对，他是等一下再介绍他。Niwi 是一个主要是常常在爬山跟越野跑的人，然后有一天就突然说，要不来潜水？他在一个我非常擅长的比赛的路上，揪我去做一个我很不会的运动。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卡平压然后我跟他挂保证，来玉藏岛潜水，你绝对不会需要平压。没错，这支影片就让 Niwi 来示范，会卡平压的人能不能跟海豚一起潜水呢？肯定的。那其实玉藏岛呢，也是已经在我的口袋名单非常非常久了。我在疫情的时候就有听说这个地方，然后因为疫情过后呢，我就是一直跑去很远的地方，所以这种很近、很好玩的，我反而都没有来过。所以这次也很开心，借着这个企划可以来开箱玉藏岛。所以如果你一直对跟海豚潜水有一点有兴趣，但是怕自己做不到的话呢，可以把影片看完，我们会告诉你这有多简单。Let's go。那里还有海豚在跳，好正哦！好的，影片的最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讲解一下交通路线。要去到玉藏岛这个地方呢，玉藏岛它其实不是一个有人住的地方，我们是会先从东京搭船到叫做山宅岛的地方，然后再每天从山宅岛出船，就会到有海豚的玉藏岛了。这次的玉藏岛行程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短暂，也是很适合那种快闪之旅的，总共是3天2夜。然后第一天算是一个完整的交通日，大家就是都搭不同的飞机来到东京，然后来到这个竹枝码头，位置大约在那个银座那附近，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的一个地方。介绍一下旅伴，很久不见的林轩，他这一次偷懒不拍影片，我会拍，我拍短片。OK， 去他的 IG 看，去看指令就好了。凡凡，很久不见，这次 Niwi 是我们户外新手村的主角，想不到吧？主角是我。我这次真的有很菜的感觉，我很紧张，我去练习了3次才来。我 even 其实在问你之前呢，我不知道你有在自由潜水。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3次在之前是什么时候？2021年。助教看到我都吓到了，太久了，这太久了吧？但是你 A2 没有过科。对，我的 A2 没有过科，我卡平压。然后舍令又诱惑我，他就说海豚不用下很深啊，来帮大家看看卡平压的人到底能不能在玉藏岛遇到海豚。希望我们的 Niwi 这次可以重新找到对潜水的热爱。好，因为现在是我们大家第一次全部集合的时间，然后毛弟跟我们解释一下等一下上传事情，因为等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就睡觉了。现在是一个很认真的记者会。记者会，真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分散，像 Jason 他们是特等，他们等一下下船的时间就会跟我们稍微不一样。真的就像商务舱跟经济舱，商务舱会先下，这样。对，就是我们等一下是有分不同舱等的，我们是那种低等公民这样子。所以你没有这张的话，我遇过，他就是要你找到为止，他才让你下船。我死定了。这张那还是毛弟，等一下可以就叫我6个人起床。你在哪里？我们没有要跟你分开啊，我们就是想要6个人跟你睡一间呐。它是开放式同步了 ，Morning Call 好不好？可以。我们要如。我们这
这一次的睡的房间呢是特2等房，其实蛮好的耶。房间是有棉被跟枕头的。这个船其实有各种不同等级的房间，但是特2等应该算是，我觉得已经还 OK 了。那像我们这次有2个人，他们是有升等，就有自己的房间。毛弟说呢，最漂亮的就是出发后10分钟会过东京湾大桥，建议一开航就赶快去甲板看。你改啊，就很像雪场一样子，对，就是会有咖喱饭啊，干嘛的。哦，这餐厅很大哎。哇，毛弟超专业。他说等一下呢，那个彩虹大桥就会从我们头上经过。还没，等一下要出现了。这个就是彩虹大桥，很漂亮耶！哇，毛弟，你帮我们那个补光灯放下1秒，我想让大家看一下差别。这就是摄影师带团的差别，我觉得非常厉害。他说你们要补光脸比较漂亮。直接出发玉藏岛。来看一下朋友的空气很香，特等房。我靠，是饭店哎！我靠，要浴袍，还要给洗澡。好简单怎么样？拖鞋有2双哦，一双是出去，一双在。所以你们洗澡不用付钱，一个全身镜。哦，因为我们洗澡是要另外付钱的。看看吧，你多付多少钱？8000日币啊，2000港币。你妈妈都升的。我靠，好像可以吗？我们就是那种铁达尼号最低等，然后如果这艘船要沉了，我们会直接被就是抛弃的那种舱等的人。你们就是可以率先坐上救生艇的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以你回我们房间。早安。超累。我跟他们说我睡超级好。我跟毛弟有特别提醒，就是你要在抵达前，你要赶快准备好行李，在门口等。大家现在都准备要下船了。对，因为这艘船它其实是会停很多站，它有点像海上公车一样。ちょっと待ってか。我靠，雨超大！我昨天看天气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早上会下雨，所以我先把船前外套给穿上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懂得看 Windy 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事情。欢迎光临！狼狈到一个不行。林轩是不是有在团购是小白鞋？这次还有吗？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好吧，那不用再扯一圈。跟你们说要买吧，不买。真的没进水，真的没进水，我现在全身湿了，然后真的很强我刚刚走那些水堆都没有进水。眼睛已经睁不开来了。太狂了！这个短团的脸现在这样。我告诉你，这种天气对我们这种拍旅游的人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好好睡觉。该补眠，该干嘛干嘛，没什么好犹豫的。还好我没有花钱在船上洗澡有人洗澡。还好，就是因为毛利有带过这里已经蛮多次，然后跟老板都认识，所以老板知道我们上岛就是来潜水的，然后就是这个时间，所以现在其实早上不到6点，我们还是可以check in。不然呢，你就是准备在这个天气下在外面流浪，学生宿舍的感觉。没错，然后有自己的浴室。大家，我们睡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觉，现在到早上11点，然后船长说今天没办法出海，雨停了，
但是就是 windy 的风还蛮大的。Hello， 哦，好可爱哦！我们第一天的潜水行程取消，改成撸猫行程了。哦，好可爱，好 Q 啊！林轩自从知道不出海之后，好快乐哦。真的是非常的明显。第一站先来岛上补给一下。这个山仔岛呢是没有什么 Lawson 便利商店之类的，它就是像这样子的杂货店。各位准备好了没？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进行大部分的人来山仔岛、来玉藏岛潜水不会做的事情，就是陆游。除了要去玉藏岛潜水的人之外，还会有人来这里吗？会有，就是海钓的人蛮多的。那我们就先去那个老奶奶的咖啡厅，希望她有开，因为她的那个 Google 地图上面它是没有营业时间、没有电话的，它是非常 free。那遇到她就 OK， 我们可以继续感受一下那个昭和时代氛围的那个咖啡厅。OK。跟毛弟出来超爽，完全不用带脑，他就会跟你说哪里好拍，哪个角度，然后这5分钟就好了。藏在森林里的小屋，有开，对。毛弟现在很开心，我觉得他很会给情绪价值，很棒。每个人都这样，哇！谢谢毛弟，高八度的夸奖。出门在外就是要给导游情绪价值，他开心他就带你去更多地方。很可爱，而且它这个房子的右上角还有紫色的花，很喜欢不就是大家回不来了？不就是一个房子吗？很可爱耶！毛弟现在笑到一个不行，很开心。很棒，你们真的很棒。ホットしかないですか？给大家看一下 JJ Jason 工作的幕后花絮。好漂亮，发疯，广末凉子。很美耶！这是什么日剧女主角啊85，她85岁了。那この店は85岁了还在开一间咖啡厅。50年。ママ頑張りますから。はい。また来年来てください。そう、毎年も来ます。他说什么？他说就是他会很努力的，然後他希望我每年要帶客人來。大丈夫 ？OK。一生懸命ですね。頑張ります。頑張って。没有跟他说我们觉得她很漂亮。綺麗です。他这个照片里面的杯子啊、家具啊，其实都跟现在后面是一样的 ，same， 而且很干净。是一个很有年代、很有温度的地方。然后会日文的朋友可以来跟老奶奶聊天，她人超好的。可以？有吗？方便吗？又被推到了，又被烧到了。直接被烧到。我要剪一集叫做“舍令推坑时间”。I was born in the South with a twang in my mouth, with a honeysuckle wind did blow. 太阳。等一下，你们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太阳吗？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太阳的人。太阳是什么？太阳出现了。大家好容易满足，经历早上那场暴雨之后，现在有一个太阳，都不用看到海豚，我们今天很开心。有太阳就好了，是不是？下一个秘境富鹤神社，看我面前，海景很漂亮哦，是吧？然后等一下夕阳呢，就会从这边落下。这里长得很像兰屿，是真的。这个鸟居这样看其实很漂亮，小小的，然后是橘色的。这个鸟居在这边有一种就是守护着这片海洋的感觉。这个就是它以前的样子，就它是有很多建设的。阿古的温泉乡，因为这边其实离码头这边3个码头最大的码头蛮近的这边有说发展是很不错的，是在1983年的时候喷火，对，然后从正中间的熊山
有没有熔岩就流下来，然后有的不会流到海边，但它这个就流到这边，然后直接入海，所以这边整个被埋掉。对，它以前是这样，喷火前完整，然后喷火后，你看对比有没有很明显，所以就直接这样下，就整个冲进。所以这个小学就是在这边的其中一个位置。对，哇，你说这里原本都学校啊？都是学校，都在我们脚底下。哇塞！我现在的位置其实是在他们的2楼，对，这边的深度大概是2层楼。我们看这里面都还有教室原本的样子。这里就是那个小学吗？对啊，这是那个小学的2楼。这是那小学2楼。对，所以然后这边好像原本是他们的操场。这里是操场，全部都被淹掉。太扯！现在海是橘色的了，要出现了，要出现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现在这个山仔岛被造成橘橘的样子哎，能够飞真的是一件好开心的事情。我来了，快下去了，再美丽美丽，很美丽。整个侧脸给我 ，beautiful。一群姐妹一起拍照就是这样子，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的新手觉得快乐，今天多休息1天，好爽，加分加分。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一直有点听说，就是玉藏岛大家就是来看海豚，没有做别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其实算是蛮意外的，确实，其实这样更新手友善，没错，一天路游。新手好快乐，我讨厌潜水，还没看到海豚的第1天，打100分。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在山仔岛呢，我们其实都是在民宿的餐厅吃饭，然后晚餐非常的丰盛，我们有生鱼片、有鱼、煎饼、小菜，然后有饭。老师现在要来教大家遇到海豚要怎么下潜了。我们是不可能追得到它，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去追海豚，我们是等它来，我们就看到它前面，比如说到这个位置等它。那海豚是不是持续接近？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坐在船的边缘。OK， 它真的是往我们这边来，船来的时候跳。那跳的时候呢，你们就是不要犹豫，就直接跳。大家 OK，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要跟鲸豚类游泳，我们是不是在海豚前面？毛弟讲解的非常仔细。好，在对的时间点下潜了，海豚也真的过来了。就像这样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做？你其实不是一直下深度哦。因为你一直下深度，有人下深度，他是公升，公升他会其实不知道自己到底下到哪里，对，他是跟着海豚的角度一起这样子，你要保持比较慢的动作，对，你不要大动作。你看男生没有太大的动作，他就会在他旁边。如果有人是非常兴奋，那边乱转，那可能他就会吓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拍到一卡比这个更厉害的，然后被放进范例影片。好，刚刚花了还蛮多时间在讲解怎么跟海豚一起共潜的，对，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在场好像只有我就是比较常跟鲸豚一起潜水的，所以他做了一个蛮详细的解说，对，要包含怎么下潜啊，怎么靠近啊，然后方向啊等等的。其实我蛮常遇到一大群海豚的，可是每一次一跳下水，然后海豚就会全部散开，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真的很近距离就是跟海豚一起游泳过，但是听说在玉藏岛是有机会的。对，所以这对我来说应该也会是一个蛮新的体验，希望明天可以遇到很亲人的海豚。面镜、蛙鞋、呼吸管，赞。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潜水船呢，它真的是渔船改装的。好，有听说因为山仔岛啊，它主要其实就是大家来钓鱼的，所以它其实没有为了观光客要潜水做这种潜水。
好，解释一下，刚刚毛弟是说呢，等一下上来之后蛙鞋都放前面，然后我们有大概1个小时的传承，都坐在后面。然后等到我们要开始找海豚的时候呢，这边有一条红色的线，大家需要待在这条红色的线前面 ready， 然后等待船长的指示。我们今天的一起在海上的船长们，他们在开一个会，因为这里全都是今天要一起出海的人。我们可以请刘嘉宁同学跟我们示范一下穿着防寒衣要怎么拍照比较好看吗？直接脱，小露心机，这个行为就是很少潜水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跟蛙鞋拍照，对不对？好吧，来吧，我帮你们拍。拜拜。大家真的很像偷渡客啊！趁这个去程呢，我发现我一直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对玉藏岛这个地方的印象。其实玉藏岛这个地方，在不只是旅行2、3年前有出过，就是玉藏岛的影片。当时候是 Cynthia 跟何七还有一群朋友，他们有一起来，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地方拍过了，我就没有特别想来。然后是一直到了这次有这个户外新手村的计划，才想说，这边其实好像真的蛮适合新手的。然后谁说 Cynthia 拍过我不能拍？对，所以我才又想到说可以再回到这个地方。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玉藏岛这个地方是4年前还是5年前，我参加那个自由潜水比赛的时候，然后当时候有认识一个日本的选手，他叫 Hanako， 他是一个很厉害又非常 nice 的一个选手。然后我就问每个人最喜欢自潜的地方是哪里，然后 Hanako 就跟我说玉藏岛，然后他说这个是他的家乡，然后你可以跟海豚一起游泳。所以现在我也是蛮兴奋的，因为这个是我4、5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来的地方。再解释一个点呢，是其实大家看我的影片应该会知道，我其实已经看过不少次的海豚了，就是尤其是在墨西哥成千上百只的海豚的那种大场面都有过。但是你们如果注意看我的画面，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画面都是空拍，或者是我在船上拍海豚，因为海豚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可以共游的生物。如果我在大部分的地方遇到海豚，都是在海上，在船上你可以一直看到它，可是当你跳下去，那些海豚其实是会怕人的。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跟海豚游泳过，都是我跳进水里，我耳朵可以听得到海豚的声音，可是你是没有办法肉眼见到它们的。但是听说玉藏岛的海豚可以，所以说虽然我看过很多次海豚，但是玉藏岛的海豚对我来说好像还是会有点不一样。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吧。你怕他想要记录自己入兔的样子，真的很贴心他刚刚就是这样拿着相机走过来看，还好吗？面镜戴好，呼吸管戴好，然后大家的一只脚都是在外面的。等一下船长一说跳，我们就要全部翻过来，然后跳下水。This energy is a mystery made a wonder. 那里还有海豚在跳，好近哦！海豚真的是一个不管看几次都不会腻的生物我已经看大概100次了。他们要过来了 Chasing the unknown. 玉藏岛中年常年生活着超过150只的印度太平洋平底海豚，它们的体型大约2公尺，嘴吻较长，看起来随时都在微笑。它们大多是固定居民，不像很多地方的海豚只是迁徙经过。研究人员已经辨识、追踪它们数10年，甚至很多海豚都有名字，知道它们的家族关系、年龄和交友圈。刚刚真的也有一只往我这边游，然后我就跟他挥手，你帮我靠腰。刚刚那一只海豚跑来找我的镜头你有看到它吗？它跑我镜头里超有一圈我从来没有跟一只海豚靠得那么近过，我疯了太棒了！而且我听到它的那个声音，它跟其他地方的海豚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我发现那边的现象还蛮可爱的，就是那边有一艘船，那边有一艘船，然后就可以知道海豚这样子过来，然后大家会轮流跳。他轮流临幸这些船都很守规矩，因为如果像在什么模里西斯之类的，可能这些渔船就会干到最前面。哇靠！就去用抢的。可是日本的就是很有礼貌，反正我们就排你们后面，然后如果海豚没有转向的话，我们就会遇到。他们亲人并不是因为被喂食，而是他们从小就习惯人类与船只。玉藏岛的海豚共游有完整的规范，不追逐、不喂食、不触摸，所以这边的海豚从小就知道人类是不会伤害它们的。有时候小海豚还会好奇地靠近我们，在你身边翻滚，真的超级可爱。也因为这里的水质清澈、食物丰富，几乎没有大型掠食者的干扰，它们不需要随时警戒，所以愿意花更多的心力在社交跟玩耍。这跟我在墨西哥遇到正在觅食的海豚行为真的完全不一样。我跟海豚拍到了，真的很好玩。我们刚是一跳，然后也是你以为过了，可是就像毛弟说的，你永远不要放弃，往四周看，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一个家族，很多人，很多海豚。拜托，再让我们下一次。Oh my god！ 开心，再带人来玩，可以哈，再带人来玩，你再带新的一批新手来，各位，我现在学姐，你很棒哎，拜拜。这边的船长有一点点小严格，因为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很想要再跳，因为今天的海豚真的好多好聚集，然后也很慢，但是他说不行了，没关系。真的假的？我要回去了，我看他也要下去，我就跟他一起上去。好厉害哦！天选地，好玩吗？突然觉得好玩了吗？好玩，买蛙鞋了。可以发现爬山腿很有用，对不对？因为你可以一直爆踢。对 ，Cynthia 潜水也是可以踢超快。哦。发现你们这些爬山咖都很擅长踢蛙鞋，非常可爱，疯掉。谁在跟我说自由潜水很无聊？大家来认真的访问一下，觉得这个行程适合新手玩吗？很适合哎，但我觉得来之前还是真的要去练习一下，因为那个速度超快，所以你没有准备好你就错过了。我是2021年上次潜，所以其实什么技巧根本都忘记了。对，但其实上课有教拍照，一些什么压脚背啊，然后摆姿势啊，今天没有用到啦，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其实我觉得追海豚最重要还是腿力，然后你眼睛真的要一直看，腿力跟眼力。你们觉得这个活动适合不常潜水的人吗？我觉得蛮适合的，因为它其实一看就看得到底，对，然后水也蛮清的。然后我刚刚蛙鞋掉的时候，我本来就想说，我蛙鞋呢？然后就有一只海豚突然跑出水面，然后他就看我，然后我就看他，对，我就想说好，然后他就白痴，然后他就游走，我就说帮我捡一下，兄弟。大家都比就是来的时候精神好很多哎。对，没错，我刚在船上吐爆，但是一看到海豚就会肾上腺素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潜水还蛮厉害的，而且海豚好大只哦。我在水面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好几只，然后它会就是游上来这样，还是这样子跳舞，超可爱。所以其实不用下到太深，你就可以看到海豚。对，其实 CP 值很高。对，我觉得要再潜1-2只差不多。这些人原本都说1潜就够了，女人心海底针开关被打开了，现在突然要关机，有点不舒服，对不对？好想要留2天哦。凡凡来之前还说，我好不想下水。打开了大家的潜水魂，开心。今天的海豚状况其实算蛮好，因为它其实让我们跳的频率算是蛮高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跳1-2次之后，我们就要再找，然后找个半小时才有。就有点像在东家看金鱼。对，就是你在等人的过程其实是蛮心累的，因为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其实能够跳下去，然后马上要准备。虽然比较累啦，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有效率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体就是追海豚的状况真的还蛮好的，就是它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每一次上船其实都只停个3-5分钟，就又在跳了。然后跳了
7次大概只有2次是真的离海豚比较远的，其他我是真的都跟离海豚超近。这边看海豚真的爽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再讲一次，就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的海豚呢，他们真的都是一看到人就会闪开，然后但是这里的真的不会，而且他们还会在水面上待超久，然后跟你离超级近，甚至是有一只海豚是直接游到我的镜头面前。这真的也是我潜水这么多年来，然后去过这么多地方，看过上百上千只海豚，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象。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不管新手老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地方，因为这么亲人的海豚是真的很少见，很少见，很少见。其实时间过得超级快。我们等一下回去就是要快速的上岸冲洗，然后搭1点的船离开三宅岛，是一个非常短暂但是 CP 值很高的旅程啊！大家要记得吃，它其实有吃晕船药吧？有。就算吃了晕船药，还是会变成这样。刘嘉玲吐了一整路，直接吐到胆子都出来了。Oh no！ 那个苦比人生还苦。小朋友今天开心吗？开心。然后我们谢谢园长，1、2、3，谢谢园长，谢谢毛弟。就是小馒头，我小时候吃小馒头，你要先把那个它们平的那边这样，然后要填上，然后它可以连在一起。那大家看影片，我想要看这个资讯吗？好好笑。要走了，然后大蓝天、大蓝海全部都出现了。那个是玉藏岛，对不对？对，这个才是真正的三宅岛该有的颜色。哇，完全不知道码头长这样。你们昨天早上是来这个哦。拜拜。好可爱哦！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吃午餐的地方。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在回东京的路上了。然后其实毛弟的这个团呢，它是有附就是3餐，包含到这一餐的午餐的。只是说我实在是太觊觎这个邮轮上的餐厅了，所以我就决定我的午餐要来这里吃。那我也就顺便在这个位置一边看海一边跟你们分享这整趟的心情。这次其实觉得潜水的感觉有点意犹未尽，但主要是因为我们其中1天取消了嘛，所以就会变成只剩下1天的时间。但是昨天跟今天都潜水，又没有看到路上的景点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在玉藏岛可以待上，就是再多1天会更好。对，然后如果大家之后想要参加毛弟的团，然后你有想要3天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用这种包团的形式，或者是他也许之后也会开3天或是2天的团，都试试看。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是真的假期没有那么多，然后你想要就是单纯体验跟海豚潜水的话呢，我们这次的行程2天是够的，又有夕阳，又有漂亮的咖啡厅，又有很帅的地形，还有海豚。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 CP 值很高很高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行程非常的适合那种想要又玩海岛又玩城市，因为它是经过东京，然后你又可以 shopping 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我给这个行程非常高的评价，主要是它也真的很近。目前这个系列呢，从第1集的印尼火山到石垣岛到这里，我都非常的开心，我有出发。可是我也是借由这个系列才发现到，原来离台湾这么近就有这么厉害的地方。总之呢，如果你喜欢玩水，然后你常常觉得我去的地方都很遥远，我都不可能做到的话，玉藏岛绝对是一个你完全可以做到的地方。推荐给你们。然后毛弟的话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我上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毛弟在今年9月也还有在开一些团，那他其实每年的6月跟9月都会开玉藏岛的团，所以关于玉藏岛的行程的话，大家可以再私讯他，那我会把他的 IG 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去连结。好的，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喜欢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一个喜欢，然后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喜欢海的朋友，然后可以留言告诉我这个户外新手村，你还想要看我去什么地方是非常新手友善又漂亮的，给我下idea。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还要订阅开铃铛。在干嘛啦？他在打不防水，我这样跑步。
像路游的时候比较有精神，可以不要那么没骨气吗？因为那时候我们睡到11点啊，因为我们睡到5点半。来给大家看一下创作者的人生，而且这里还有2个轮流拍，哦，然后这边在拍手机壳。我们这个场域有好多产品哦，这里很漂亮，好对，有身体油，有手机壳，然后那边在拍什么？防晒跟墨镜。